猛哥有猛料，大家好，我是李猛。今天的视频呢有点不一样，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如果你能听到最后，一定能最深刻的理解中国真正的这个靠山究竟是谁。故事的主人公叫小柏，2008年出生在中国的西北的一个名叫望水村的小村落。正如其名，极度干旱缺水。爷爷说，村民的由来是盼望南边来的水。小时候的小柏的记忆是黄色的土坡，爷爷脸上黄色的皱纹，以及每次卡车过后扬起的漫天黄沙。他去乡里上学，要走2个小时的土路。学校只有一位老师，教所有年级。课本文具是旧的，但老师很珍惜他们，说这是义务教育工程送来的，叮嘱他们知识能改变命运。小柏这时候还不懂，他只想知道山的外面是什么。晚上放了学，煤油灯下，爷爷会讲老故事，讲的最多的是那些关于星星的传说。我们国家也有自己的星星。爷爷眯着眼说，叫北斗，以后走夜路都不会迷路。小柏10岁那年，村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先是来了许多工人，说要在山上种树，300防护林工程，大人们都去帮忙。小柏也和小伙伴们去给树苗浇水。1年2年，风似乎真的小了一些，天上的沙尘也不再那么肆无忌惮。紧接着，村里通了公路，村通工程把黑黝黝的柏油路修到了家门口。接着是电网改造，稳定的电来了。最神奇的是，一根高高的杆子立了起来，家里有了信号。爷爷那只旧手机第一次收到了外面的消息，通过那台同样是村通送来的卫星电视，小柏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看到新闻里讲，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通水，清冽的汉江水一路北上，滋润着望水村。他像小时候那样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仿佛那水能甜到他的村里。电视里还在播放创卫生文明城市的新闻。他看到城里干净的街道和公园，和他脚下的黄土路截然不同。一颗向往的种子在他心里悄悄发芽，他要走出去，去看看那个明亮的世界。靠着义务教育打下的基础，小柏考上了县里的初中，也就是他第一次离开望水村。县城的一切都那么新奇，学校里有多媒体教室，图书馆的书多得看不完，菜市场里天南地北的蔬菜水果1年4季都有。老师告诉他，这是菜篮子工程，保证了城市的基本食物供应。他和城里的同学聊天，发现他们都知道北斗卫星，说爷爷奶奶的老年手机能用它定位，送外卖的小哥靠它导航。小柏忽然想起爷爷的话，心里涌起了一股自豪，原来国家的星星一直都在守护着每一个人。高中时他住校了，生活依旧清贫，但国家有助学金，脱贫攻坚工程的政策也惠及了他的家庭，确保了他不因贫困而辍学。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目标是遥远的北京，因为他在新闻里看到中国自己的空间站即将建成，宇航员将在太空授课，他想去那个能仰望星空的地方。高考结束后，小柏没有考上北京，去了省城的农业大学。大学里，他学习了生态防治和现代农业技术，他看到了300防护林的塑造过程，理解了父辈们亲手种下的不只是树，而是给后代的一道生存屏障。毕业那年，他做出了一个让同学惊讶的决定，回乡。此时的望水村早已不是旧模样，南水北调的支线工程让县城用上了汉江水。虽然村里需要靠水库，但这也不是旱季没有水洗澡的日子了。宽带网络全覆盖，北斗卫星系统为村里的农业合作社提供了精准的农业导航和土地监测。曾经尘土飞扬的土路，现在是平整的柏油路，快递车能直接开进村。小柏带领村民种植耐旱的粮食，从抖音等平台销往全国。他总说，把这的果子晒足了太阳，甜得很。那天傍晚，他站在小时候种过树的山坡上，夕阳下，曾经荒芜的黄色高褐已被绿色覆盖。远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缓缓转动。他打开手机，看到了一条新闻推送：中国空间站宇航员即将完成新一轮太空实验。他抬头望去，繁星闪烁，努力寻找着那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天宫。他找到了，就像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路。那些伟大的工程，也许是国家宏伟的蓝图，也许是我们道听途说的新闻，但对于小柏来说，他们是义务教育送来的那本旧书，是村通带来的第一个信号，是黄埔林挡住的那条风沙，是脱贫攻坚助学金带来的那份安心，是北斗指引的那条回家的路。过去几十年，我们总在谈论中国的速度，谈论大国崛起，但到底是什么造就了所谓的速度和崛起？答案就藏在小柏的故事里。老李要声明，以下几个排序并不是按照资金投入大小，因为有的持续性工程投资巨大，根本没办法估算。第
第10，菜篮子工程。菜篮子工程是中国政府1988年启动的一项系统性民生工程。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蔬菜肉类供应季节性明显，北方老百姓冬天的当家菜只有白菜土豆。菜篮子工程通过一套组合锤，大力推广温室大棚，冷藏保鲜，实现反季蔬菜种植，建立从田间地头到菜市场的物流网络，确保南菜北运、西果东送，合理布局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发展电商植被，让新鲜食材触手可及。同时建立市场监测和储备制度，并因天气、节日等因素导致的价格波动。今天，中国人的菜篮子前所未有的丰盛，无论在北方寒冬还是南方酷暑，天南地北的蔬果、肉禽、蛋奶、水产品应有尽有。这项工程不仅满足了14亿人从吃饱到吃好的需求升级，更稳定了社会物价和民心，是一场无声的餐桌革命。第9，中国高铁。通过建设全球最庞大的高速铁路网络，实现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速移动，深刻改变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任意里程稳居世界第一。从4纵4横到8纵8横，复兴号列车以35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将主要城市群纳入数小时经济圈，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旅游业繁荣和产业转移，成为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黄金通道。第8，南水北调工程。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南水北调通过东、中、西3条调水线路，将水资源相对丰富的长江流域水资源调配到干旱缺水的华北和西北地区，有效缓解了北方地区，特别是京津冀、豫鲁等省市的水资源短缺困境，为超过1.4亿人提供了安全的饮用水源，是世界上覆盖区域最广、调水规模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调水工程，展现了宏大的战略规划和高超的工程能力，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血脉。第7，西电东送工程。将西部省区丰富的煤炭、水能、风能、太阳能资源转化为电能，输送到电力需求旺盛的东部沿海地区，解决了能源资源与电力负荷中心逆向分布的矛盾，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能源优化配置，以世界领先的特高压输电技术为核心，打造了电力高速公路，实现了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电力输送。它用西部的光明点亮东部的繁华。第6，北斗卫星导航。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国卫星导航系统，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打破了美国 GPS 系统的垄断，在国防、经济和社会关键领域实现了导航安全的自主可控。现在已深度融入交通运输、农林渔业、防灾减灾、大众消费等各行各业，催生了庞大的北斗产业链。独有的短波纹通信功能，在无地面网络信号的区域，能实现紧急通信，拯救了无数生命，让中国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中有了自己的坐标。第5，中国空间站。中国自主建造的载人空间站是国家太空实验室，也是长期在轨驻留的太空基地，是我们自己的太空家园，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并拥有空间站的国家。同时，我们还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展现了中国开放姿态，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贡献中国力量。第4，脱贫攻坚工程。2020年底，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开创了精准扶贫模式，针对不同贫困成因，实施发展产业、异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等5个1P工程，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23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第3，山北防护林。规划从1978年到2050年，历时73年，是当今世界跨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生态建设工程。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建设的大型人工林业生态工程，主要是为了防治风沙、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在防风过沙的同时，也改善了当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探索出生态与经济共赢的发展路径。他们用半个世纪的坚守，在荒漠与城市之间筑起了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它是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的史诗，是对自然的敬畏与回馈。第2，村村通工程。核心是通路、通电、通水、通广播电视、通网络，让偏远地区的农民也能享受与城市无差的现代信息服务，为农村电商、远程教育、智慧医疗奠定了基础，
为农村带来了人气、财气和希望，是缩小数字鸿沟与城乡差距的关键一步。路通了，电通了，网通了，希望也就通了。它连接的不是简单的点与点，而是无数乡村与整个时代发展的脉搏。第一，义务教育工程。义务教育工程是中国依据义务教育法强制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少年接受9年免费教育的国民基础教育工程，以阻断贫困向下一代传递。曾经因贫失学是许多孩子命运的转折点。义务教育工程通过国家意志和法律手段，为每个孩子的未来托底。2006年起，国家不仅免除了全国中小学生的学杂费，还改善了办学条件，投入巨资改善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校舍、教学设备，努力缩小城乡区域间的教育差距，甚至还为农村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确保他们吃得饱、吃得好，能够健康成长。现在中国实现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9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文盲率大幅降低，数以亿计的孩子，无论出生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家境如何，都拥有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从星辰大海到田间地头，从宏观布局到微观民生，这4大工程就像是根坚实的柱石，共同撑起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大厦。它们是几代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它们更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崛起不是偶然，是无数双手脚踏实地干出来的必然。这就是中国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致敬每一位祖国的建设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